完全没什么作用啊！不是，你真用不出半点内力啊？你怎么到现在还以为我是装的呢？我都说了，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不可能啊！你没有那内力，你怎么用得出西楚剑歌的呀？我知道了，定是你的师傅用了什么法子，把你的内力全部给封住了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套吐纳的内心功法，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内力引出来。不用谢我，看来我得收拾收拾回乾东城了。如仙的徒弟，竟是这么容易放弃之人吗？你谁呀你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干嘛告诉你？这些剑招果然精妙，知道精妙便好。不过空有剑招，没有内力，不堪一击。都说了没有内力，拳头又能有多大能耐？停！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你也别考验我了，我武功真就这样，没什么藏私。考验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你难道不是学堂里那些外院弟子之一？雷凤山说的没错呀，天启城藏龙卧虎，我这一趟算是白来了，回去又要被师子爷给嘲笑死。此前听闻了不少你的事情，还颇有些神往。这才过了几天啊，竟变得如此垂头丧气。你若是敢羞辱我，你小心我。我可教人了我。你身怀绝世剑招，却因为被一些凡夫俗子打击了一下，就失去信心了。你不是学堂之人。你知道你师父为何以药酒培养你，硬生生给你修了满身内力，你却一丁点都用不出来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知道的还远不止这些，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师父之所以如此为之，是害怕此事还没有到时机就被人发现，所以给你下了一道禁制，封住了你的内力，除非当你也难以自控的时候，比如醉酒。你是我师父的朋友，可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。年轻不代表弱，学堂李先生西楚剑如二仙成名的时候也不过是年轻人。我和如仙不算朋友，但是有过一段机缘，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现在是时候该还他这个人情了。你能帮我解开禁制？贸然解开禁制，被封多年的内力会瞬间涌遍全身，你不死也是个残废。再说了，我才不会用这么粗暴的办法。我的办法是唯一，也是最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你的内力一点一点的、慢慢的融入你的身体。怎么做？学习内功。呸！说到底，你还不是跟雷梦莎一个套路？去，就剩几天的时间了。若是内力几天就能练成的话，那岂不天下全是绝世高手了？真当我是傻子呀？可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说的内功和雷梦莎的也不一样。今晚我再来。今晚我没空。弱者没有说不的资格。你。
云阳，王师叔，你回来了！吃完这个，还剩一个。再吃一个，就只能等来年了。唉。玉珍。师兄，小师叔。玉珍，桃子还没吃完呀？对呀，但只剩最后2个了。师兄，你说为什么只有夏天和秋天才长桃子？怎么不1年4季都有桃子吃呢？冬日万物沉眠，才有春日百花盛开，夏秋得成正果呀。世间万物本就有法可依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可我日日都想吃桃子，万物有法，那我就变其法，让它另有所依。师兄，山下好玩吗？还成吗？有美酒，有佳人，让我耽误些日子。我也想下山去玩。看，师兄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？剑。这不是普通的剑，这可是当年昆仑剑仙所留下的玄阳剑剑胚所铸，人间至暖之剑。你把这柄剑埋在地下，能让整个院子四季如春。你啊，再把离火诀练得好一些，到时候冬日里想吃桃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啊，这柄剑如今叫什么？火神。真难听。这样子也可以啊？对呀，这样才可以嘛。一行，你回来了。山主，你们先聊着，那我就走了。那去玩吧。师父，小师弟他又提了下山的事。小玉珍出生的时候，我给她批过命，无论是山门秘法和剑术，她都将是望城山100年之最。不过有得也有失，她此生终将待在望城山。倘若下山，天难将至。她不认命，她总认为人命可以扭转天命。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不见天地，又怎能见自己？要是有，你让我这个师傅来想，你不要多管。行吧，您老人家就爱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一路上也没洗个澡，身上痒死了。回来。你是不是路上遇见一个人，叫百里东君？哦，您不说我还忘了，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大开眼界呀。他去了天启城。去就去呗，年轻人长长见识，不也挺好？巧了，你也要去。为什么？我才刚回来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这不，马上学堂大考，你一定要去。师父这是要我改拜师门，拜入学堂。这，我一心只想留在望城山。
学堂什么的。哎，今年李先生还收徒弟吗？就你也想入学堂？学堂大考只是让我们宗门派一个人过去。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我？我也想认认真真学习功法，装一装那世外高手，认识认识山下漂亮的妖妹。因为只有你认识百里东君，让你去天启，只是让你留意这个人。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将来定会掀起惊涛骇浪。但这关我什么事嘛？日后你问鼎武林，他一定是你的对手。问鼎武林，师傅，你还真的是看得起我呀。到你上场了，这会不会太羞耻了？哎呀，来嘛，来嘛！去嘛，云哥。葫芦是啥嘞？哇！云哥加油！我哪是白羽剑山的朋友，青羽九仙。哇！嘿！云哥，叶伯伯，依依，东君来看你们了。云哥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就能完成我们的约定了。现在我酿的酒，全天下没几个人比得过的。等过几日，我就去挑战碉楼小筑的邱露白。等我打败了他，便能成为名扬天下的酒仙。不过现在我决定，我连你的这一份也一起完成了。我不仅要做酒仙，还要做那剑仙。云哥，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了晚上见吗？我不是也说了，我晚上没空吗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和叶云情同手足，你若回天启，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定是来看我的。这些事情都是师父告诉你的。你现在可以相信了吧？我真的是受如仙之托来帮你的。你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听说你酿的酒很好喝，我教你内功，你送我美酒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云哥，走了。
今天才来看你们。我从前跟你们说，我不想做大将军。 我想做一个自在江湖的剑客。如今，我也算完成了一半。今天来看你们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啊。我给你们舞一会剑吧。 来吧，选一坛吧。一坛可不够啊。这是什么武啊？这是你马上要学的内功，名字叫落花流水。落花流水。看来，那个人就是白日里潜入学堂之人。好俊秀的功夫。 你怎么还有心思欣赏别人的武功啊？百里东军这一进城就被各路人马全部给盯上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确实是好酒，只可惜得浪费一二了。有暗器，老七，我们去干他。有什么暗器？不过就是一滴酒罢了。 放心吧，来人没有恶意，他刚刚已经与我们打过招呼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他？不是，你认识他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谁？百里东军是我带来的，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来人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，他与如仙有一段旧缘。 愿意教百里东军如仙的秋水诀，不然真的让东军跟着你学你们雷门那憨劲儿十足的内功心法，我10年也考不上学堂啊！我憨吗？以后我每来一日，你就送我5坛酒，如何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 酒没了可以再酿，可学堂大考若是败了，
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。唉，看来我酿的酒实在是太好喝了呀。来吧，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但如果是你，就一定没有问题。公子，还有3日便是出世了，不知此次出世考题可有眉目啊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3日之后才是出世，急什么？我不着急，我着什么急啊？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……怎么，大家不敢来问我，所以去逼问你，对不对？这1天3、4趟的问，谁都吃不消啊。往年出世考题那都是提前7日便会放出一些风声，难道这次你真的要等到最后1日再公布啊？最后1日公布，不才是正常的吗？怎么，学堂现在都这么厚脸皮了？提前泄露考题，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哎呀，柳月呀，这初试又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，初试完了还有一个中试。中试可是几10年不变的一队打一队，这才是真正考究实力的地方。初试嘛，不过就是让各家公子拿个好兆头回家去的。别这么较真，柳月。琢磨公子说的对，更何况以柳月公子的才学，就算是提前告诉大家考题，没有点真材实料，也是不行的。就是，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还下不下？哎，不下了。反正我也下不赢你。我就说嘛，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跑来找我下棋，自取其辱？原来你也是来套题的。嗨，那我不是带来一个备考的兄弟吗？再说了，往年出试的题目，我10几天前我都能知道。谁让这次主考官是你啊？哎，挺好，特别好。所以我这不亲自登门拜访了吗？那我若非要最后1天公布呢？那行，看来以后每一年的主考官都会是你喽。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威胁你。怎么着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特别碎，我就每天跑到师傅那儿去吹耳边风，我就告诉他，哎呀，柳月当主考官特别好，让他给你做主考官吧。他听烦了，他就会同意了，你就年复一年，1年又1年的做主考官，1年再1年。算我怕你了。嘿嘿。文武之外，啊？没错，就是文武之外。世间大考分为文武2类，但文武之外呢，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既不考文，也不考武。只要文武之外有能令我折服的东西，这初试我就让他通过。这还不说呢，可这文武之外到底要考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学堂要的不仅仅是文武双绝的人，还有有趣的。而这文武之外，考的就是人。哎呀，柳月呀，柳月，你这可是给我开了个后门啊！你可别给我扣帽子，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，和你带来的那位兄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懂。哎，对啊，你说那位小公子最近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话说，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
哎呀，叔父，有了内力就是不一样啊，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。哎，莲梦莎今日来学堂了吗？卓墨公子的动向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没大没小啊！怎么了？今日突然有事找我啊？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哎呦，巧了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真的？你先说。来，初试的题目出来了。出来了？是什么？4个字：文武之外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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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这高兴傻了？这表情。不是，那你文不成武不就的，这文武之外真挺好的。文武之外？我练了这么多天武功，你告诉我文武之外？我去你的文武之外！真是奇了怪了，文武之外，不考文也不考武，那这算什么考试啊？那你说这选拔的是什么呀？或者是谁长得美，谁就能进中试？哼，兄台此言有理。那柳月公子据称是容颜绝代，说不定就是谁长得美，就符合人家要求呢。那，旁边这位小哥容貌俊秀，若去参加考试，那必定能通过呀。确实气度不凡呀。抬。哎，客气客气。文武之外，倒是有趣。这位小姐，冬日要到了，本店新进了一批布料。老板，帮我做套衣服，很急，我3日内就要。好。行，柳月公子啊，特立独行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把学堂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。所谓大考，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。愿闻其详。很多人苦学10年，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。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，亦或许是发挥失常、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。赌博呢，也是如此。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而上了赌桌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。精辟！除非出千。怎么？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。柳月公子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妙哉，妙人呐！你看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。二爷呢？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？去听曲儿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。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，答应你们啊，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缺残谱与之交换。哎呀，
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，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8000两的银子，不心疼？涂大爷的损失，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。这就是学堂的嫉妒啊！都快敞亮收摊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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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的！加油！哎呦！是会的，没问题的。小爷百里东军驾到！相信你。又喝多了？谁喝？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，你叫叶鼎之。哦，对对对，叶鼎之。那天我是喝多了，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，人还挺有趣的。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，结果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。现在想也不迟啊。成，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？自然。参考学员即刻入场。走吧。这莫非就是雷莫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，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名字后面这一千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？你想什么呢？数字越大，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，你的赔率也就越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，你得了魁首，他就会赢1000两。但是呢，机会小啊，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热门人选，押我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我的赔率就不。竟然也是1000。连个外院学生丢的桃子都接不住的人，赔率不是1000，还能是多少啊？这千金台的赔率啊，是根据买家的数量决定的，还望柳月公子让小先生不要介意啊。小先生欺我功夫馆这等小事。开始吧。学堂大考，准备开始。所谓文武之外，便是请诸位在文和武之外展露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令人惊艳的特长。时间为6个时辰，在这6个时辰内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交卷了，告诉我们你要展露的是什么，我们呢便会派出相应的考官来进行考验。若通过了考验，即可进入中试。每位考生都配有1名助考士，诸位可以让自己的助考士去千金台外取展示才艺所需要的东西，可有异议？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还问我们有没有异议？若说有异议，还有用吗？这傻小子，没有用。开考吧。开场。
倒有些53克即刻行刑的意思。来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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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公子有何吩咐？3路客栈，哎，去找雷梦莎，公子，把我的大包裹给我拿过来。找谁？废话多公子雷梦莎，去吧。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王爷，助考师都已经出发了。也不知道这群人里有没有能助本王登临大宝之人。今日学堂大考。是陛下。百里洛尘的孙子百里东君也在参考人之里。他怎么也在天启城？是九皇子殿下把他带回天启城的。是不是九皇子殿下也？唉，你把老九想得太复杂了。姑的这个儿子，姑自己知道，他把百里东君带到天启，很可能只是因为欣赏他罢了。他不会与那小子为难的。相反，百里东君若是有事，他会豁出性命去救他。姑倒是有些好奇了。一直听闻百里洛尘那个独孙是有名的纨绔，却没想到突然有一天，他学会了西楚剑歌，又不知为何得到了老九的青眼。陛下似乎很欣赏九皇子殿下。多嘴了啊！奴才惶恐。学堂大考还有哪位皇子去了？亲王殿下也去了。老二啊，罢了，小崽子们的游戏还不值得不费心呢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哟，还真有这么快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教的又是什么？在下白衣门段白衣，自幼研习骑术。这文武之外，在下要教的就是骑术。可以，请公子赐教。你和我像？你学了几年棋啊？你学了几年？我7岁开始学棋，至今得有17年了。我3岁开始学习，至今也有7年，差不多嘛。来吧。我执黑不办，
你先请。好。还精通奇术，连个小童都吓不过。能在灵宿执黑下坚持这么久，说是精通，不足为过。11年苦修，我竟败给区区一个小童。看似下的是棋，实则展露的是心。 一味刚猛，长风一蛇，你的棋艺很好，但你败给灵宿，或许是因为你许久未败。倒是天天败。今日一败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段白衣，记下了。这谁的助考室啊？这谁的助考室啊？是准备在初试上表演睡觉吗？多谢。原来是他呀！什么都不会，睡觉再合适不过了。怎么，你还真像他们说的，打算在这睡一觉啊？是啊，不过你怎么跟他们一样没见识啊？你还真信呐？玩笑，玩笑。哎，哎，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来了。这什么呀？刚杀的北蛮羊腿，还新鲜着呢。这就是我准备的东西，有意思。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了吧？酿酒。酿酒？我呢，身无长技，只有酿酒这项技艺是我从小锤炼的。既然要比文武之外，自然要拿最拿手的出来。可是酒不是越陈越好喝吗？这6个时辰内就能酿出好酒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陈酒有陈酒的酿法，新酒也有新酒的酿法。这世间酒有千种，各有一味，也并非越陈就越好，而是要看你能不能喝到自己喜欢的。别光看我呀，你那羊腿还在桌子上休息呢。酒来了。
真不错。这手刀法看起来似乎普普通通，细微处却显露了真功夫，可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。考完给他发帖子吧。那九皇子选中的那位少年，你是说萧若风带回来的那个？父皇遣他去了一趟黔东城，他便带回来这么一个人。你说，这人能是什么来头？镇西侯府整个朝堂，谁能拉拢得动？更何况，这镇西侯是本王登临大宝的最大绊脚石。呵，你这可以啊！弄好了？是啊，之后每间隔1个时辰，换一个热水袋就可以了。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籍。等我的羊肉烤熟了，咱俩的晚饭就有着落了。羊肉配酒，越过越有。那就要看你的羊肉好不好吃了。唉，不过你说的倒也对。 估计咱们2个只能赶个末尾喽。这前排和末尾有什么意义呢？走个能进就是了。谁说没有意义？第一就是第一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江湖客，无门无派，姓燕，名菲菲。至于考什么？ 你下来，我告诉你。考什么？就考这个。你偷东西！哟，这轻功可以啊。我记得你的轻功也不虚啊。偷东西多难听啊！ 这叫妙手空空。我这赌坊里啊，还来了个千手千眼的佛爷。看这手法，应该是神偷空灵儿的徒弟。东西还我！敢问这位童子，我这可算是过了出世。 既然你要展露的是这手妙手空空之术，那么我便不是你的考官。三秦，我名三秦，你有3次机会从我身上偷走一件东西。我怎么确定你身上有没有东西啊？那就靠本事来确定。 这是轻功，3步追缠。若是这样，还算是文武之外吗？轻功算不算武功？
记得我看过一个叫《明月》的画本，里面有位剑客给一个轻功高手说过一句话：轻功不代表武功。巧了，我却也看过。不过后来那个轻功高手也回了他一句话，但是素质代表了我和你的距离。三飞燕。 小心点喽！抱歉，抱歉。如何？考生燕飞飞通过初试。多谢。 还有，考官，我也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我叫尹若霞，我来比的是。 有趣，此人竟是换了个身份。怎么，这么好看吗？看傻了都。不是。 我怎么看他的眼睛那么眼熟？你怎么看谁都眼熟啊？在剑林那会儿，你不看我也挺眼熟的吗？没少用这招套近乎。呸！别瞎说。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跟仙子姐姐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。 我要考的是赌。到赌场来比赌，这是班门弄斧吧？我刚才听他说他叫尹落霞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来了千金台，当然要赌。赌？学堂之内赌艺精湛的。 莫非要把老七找来？不用劳烦小先生了，在我千金台还缺会赌的人吗？这百花楼的疯姑娘还有1刻钟就要奏曲了，我都没听着啊！给我抬回去！你们俩好大的狗胆，我说话都不听了吗？抬回去！谁叫你们把我抬回来的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吗？ 哎呦！哎呦！谁？下！哎呀，我说涂婉啊，
这个风姑娘那个曲儿就那么好听吗？你是一日一日的听啊，怎么就听不够啊？那怎么能听得够啊？涂嫂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俗人，你就永远都不明白。这涂大爷和涂二爷长得真是不一样啊！不要吗？迟早会一样。涂婉啊，你别跟我说话，烦你。有个姑娘，那个姑娘说要跟你较量一下赌术。我没兴趣，你抓紧找人把我送回去吧。一会儿风姑娘都开始奏曲了。怎么，涂二爷是怕了？你看看，我怕了。来，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怕了。姑娘，想赌什么？嚯，这人是学变脸的吧？果然还是美人最可怕呀！升官图、叶子戏、马调、天九、螺旋城还是比大小，随便你选。哎呀，姑娘会的可真多呀！那咱们就比天九。大天九、小天九，此乃是天启城的千金台，天下第一城的天下第一大赌坊，自然就只有大天九。好，我做庄，两人决。我看啊，那边那两小子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过来玩吧。我们若是赢了呢？呀哥，想从我手上赢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规则还是说清楚的好。您说是吧，柳叶公子？赢了，这出事就算你过。可要是输了呢？那酒和肉也分你们一份。好买卖，来吧，二位请吧。出门、天门、末门，三位怎么挑？末门。天门。那就出门。怎么听起来不大吉利啊？姑娘，怎么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学赌啊？这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旦沾上，轻则穷困潦倒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一种人靠赌博活得滋滋润润。哪种人啊？开赌坊的人。嘿，开赌坊的人心比狗黑，杀人不见血。大爷，他骂你。他骂他自己。那你今天就能见到第二种人。听姑娘这口气，好像赌王似的。怎么样，三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哇，36一只鹅，神仙救我。牌也太小了。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的牌，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和天高九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老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。哈哈。双地妈梅，好牌。哎，不算最好的牌，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，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地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
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至尊宝当然做到了。这什么运气？你看出这么事啊？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，好牌！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。我若是看到了，她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晚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，在千金台内，从来不会出现出千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啊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，走。徒儿爷，怎么说？敢问姑娘，尊姓大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做尹落霞。涂大，你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以为是骗子嘛，这不是把你叫过来验验成色吗？另外，你输的不冤。叶鼎之，他很出名吗？她呀，是昔日赌王之女。那年赌王在北离的第3大赌坊青州逍遥楼内输给了南爵来的连如烈，几十年的身家被一朝洗空了。第2日，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，连胜3局，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。那年他才10岁，个子不够高，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。嘿嘿，原来是小赌王，在家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咱们改天再赌过啊！赌就不必了。我过出事了吗？能在千金台出千，也是本事。过。考生尹落霞过出世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啊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啊！进去有多久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看看这么久还不出来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边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113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着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
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，此方天地一切逻辑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怎么糊了？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